俄军逼近红军村最后防线，乌军面临哪些棘手问题？一个小小的村庄有多么重要？白俄瓦格纳在乌边境集结，是隔岸观火，还是替大哥分忧？俄军苏35被毒刺击落，美国扩大对乌炮弹产量，但仍不允许其在库尔斯克使用。8月28号，乌克兰东部战线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军队的推进已经抵达了诺沃赫罗迪夫卡村，这个地点距离红军村已经不到10公里。然而，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乌克兰军队在红军村前线的预备队是非常有限的。许多在1个月前原本部署在此的预备旅，现在正在参与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攻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28号承认了当前局势的极端困难性。红军村之战实际上是2月阿夫迪夫卡失利的延续。阿夫迪夫卡的战略位置对于保护通往顿涅茨克西部的定居点、铁路和公路至关重要。不幸的是，当乌克兰部队在2月中旬弹药耗尽并撤退时，西部的后勤基础设施便暴露在了俄军的攻击之下。尽管对俄罗斯而言这些进攻代价巨大，但克里姆林宫显然愿意牺牲数千条生命和数百辆装甲车，以换取对红军村的进攻机会。红军村位于多条铁路线路的关键交叉口，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运输和铁路分配中心，为乌克兰部队提供补给。如果俄罗斯占领了红军村，乌军在东部前线的防御力量将被严重削弱，这可能导致俄军全面占领顿涅茨克州。就像大兵之前所说的，乌军进攻库尔斯克的主要目的就是吸引俄军注意力，缓解东部战线压力。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俄罗斯高层似乎乐于用库尔斯克上百个定居点来换取红军村。虽然其为了阻止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从东部调回了多支部队，但在红军村方向，俄军兵力反而有所上升。目前防守红军村的6个左右的乌克兰旅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如果不及时得到援助，那么该地区的情况会非常危险。要解红军村之围，摆在谢尔斯基面前有3种方法，包括部署新组建的旅，从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地区重新部署部队，或者从较稳定的前线抽调营级部队。对乌克兰来说，最乐观的结果呢，是能够找到部队来加强红军村外围的防线，通过拖延的方式不断消耗俄军有生力量。乌克兰国防战略中心的数据显示，俄军在红军村方向的损失连续第5周保持在创纪录的高位。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一般的军队伤亡到了一定程度，其战斗意志就会下降，而俄军本身就没有什么战斗意志，冒着乌军炮火和无人机冲锋，全靠背后的督战队。因此，到底需要多少伤亡才能让俄军指挥层减小攻势，是个未知数。就怕格拉西莫夫一通电话打到前线，我不听你的伤亡数字，我只要红军村。同时，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即乌军寡不敌众，最终红军村失守了。当年俄罗斯投入了大量资源来夺取阿夫迪夫卡，通过巨量的伤亡来换取了一个几万人的小镇。很多人不理解，这貌似是一笔赔本买卖。现在一些军事博主也试图把红军村套用到阿夫迪夫卡上，表达了一种就算俄军占领了红军村，问题也不大。红军村只是个小地方，远远没有乌军已经占领了1400公里的库尔斯克重要。但事实告诉我们，俄乌双方为了某个地点争夺，不仅仅是为了那1亩3分地，更重要的是控制该地后能拓展多少作战空间，能够为占领该地的军队带来多少战略选择和机动性。在阿夫迪夫卡被攻占后，俄军在纵向形成了长达100公里的战线，从多个地点进行推进。乌军虽然对此早有防备，在阿夫迪夫卡以西布置了防线，但最终是因兵力不足、部队缺乏轮换等问题，让俄军从144旅方向形成了突破，最终导致整条防线崩溃。现在我们再来看红军村，一个战前人口6万人的小镇，处于多条铁路线的重要十字路口。从2022年以来，已经成为重要的物流和铁路配送中心。
为乌克兰军队从乌赫莱达尔到顿涅茨克北部及更远的地区的广阔前线提供补给。目前，顿巴斯只有2个地方发挥这一重要作用：红军村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红军村的重要性呢，不仅在于它的铁路连接，该镇也位于重要的铁路枢纽，在整个前线的物资运输和分配里发挥着与铁路类似的作用。连接红军村和康斯坦丁尼夫卡的道路一直是俄罗斯主要进攻的目标，切断这条路将使顿巴斯地区的乌军部队补给变得复杂。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治层面。红军村距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行政边界仅20多公里。如果红军村沦陷，普京不可能让侵略的脚步停在顿涅茨克州，一定会继续侵吞更多的乌克兰领土。芬兰开源情报组织 Blackbird 通过卫星图像绘制了乌克兰的防御地图。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俄军已经突破了几个防御阵地。随着新霍罗迪夫卡的完全控制，在到达红军村郊区之前，只剩下一道防线了。当然，红军村的局势虽然比较危险，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乌克兰会失去它。接下来，乌克兰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红军村及其外围拖延住俄军，重现当年阿夫迪夫卡的战术。但今日不同往日，现在的乌军不仅弹药充足，同时还装备了 F-16战机，拥有一定的空中优势。同时，大量的预备役人员会随着战争的进行，逐渐地补充到前线。目前，乌军在该地区的劣势只是暂时的。白俄罗斯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从照片可以看到装备上标有字母 B， 对应俄罗斯军队的 Z 字标志。这些军备和人员正以演习为借口，在格梅利地区附近集结。除了白俄军队外，瓦格纳集团的残余力量也参与了这次行动。目前尚不清楚白俄是否会开辟新战线，还只是进行武力威慑，以督促乌克兰重新部署部队，加强该地区的防御。不过，北约分析官指出，此地区的军队数量有限，不足以发动大规模突袭。此外，他们还必须穿过切尔诺贝利禁区。无论如何，对白俄来说，进攻乌克兰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卢卡申科对此心知肚明。早在几周前，卢卡申科在接受俄罗斯全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不要在战争中尝试使用核弹，这样的行为呢，会导致俄罗斯被美英法及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大量核弹所吞没。卢卡申科还提出了，乌克兰正期待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因为这将使俄罗斯在全世界反核浪潮中遭受严重打击，并且可能导致俄罗斯失去所有盟友。劝普京恢复谈判，以避免核战争的发生。如果俄罗斯动用核武器，乌克兰方面会非常高兴。可见，对于俄乌战争，卢卡申科的认知还是非常清晰的。但是，由于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军事行动，莫斯科持续向他施压，他可能不得不有所表现。目前，白俄罗斯已将大部分装备支援给了俄罗斯，现役武装力量只有12000到15000人。卢卡申科不太可能进行大规模动员。与普京不同，卢卡申科善于谨慎行动。乌克兰外交部也就此局势发表声明，表示对白俄此举的担忧，同时密切监视局势发展。各位认为卢卡申科是否有可能在莫斯科的压力下插手俄乌战争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8月28号，乌克兰第28机械化旅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苏35飞机。从视频中呢，我们能看到2架俄战机并排出现在画面中，但其中一架高度过低，最终在空中爆炸解体，尚不清楚飞行员情况。有消息称，乌军是利用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的这架俄军战机，极有可能是北约援助的毒刺防空导弹。8月28号，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州的攻势有所减缓，乌军似乎正专注于在其最近占领的地区进行防守和巩固。同时，乌军在库尔斯克州的攻击强度也有所降低，这表明了乌克兰军队可能正在试图稳定其在该地区的控制，并继续进行小规模的进攻行动。在哈尔科夫州北部，俄军继续进攻，尽管前线没有确认变化，
俄军在哈尔科夫市北部的利普齐和赫里伯克附近，以及东北部的沃夫昌斯克附近进行了进攻。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透露，俄军正准备将部队转移到赫里伯克附近的前沿阵地，并改善通信系统。此外，俄军的装甲车辆稀少，主要是依靠步行、摩托车或越野车进行攻击。自乌军入侵库尔斯克州以来，俄军在哈尔科夫方向的攻势已经显著下降了。在卢甘斯克州，俄军在库皮扬斯克、斯瓦托夫、克雷明纳县沿线持续进攻，并在库皮扬斯克东南方向取得了进展。俄军继续在皮夏涅西北推进，同时在多个方向进行进攻。顿涅茨克州方向，乌军最近收复了在西维尔斯克方向失去的阵地。在恰西夫亚尔方向，俄军继续进攻，但没有取得确认进展。随着需求的激增，宾夕法尼亚一家弹药厂成功将产量提高了50%。该厂负责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关键北约155毫米榴弹炮的生产。斯克兰顿陆军弹药厂将2000磅重的钢条切割和锻造成155毫米榴弹炮，然后将这些炮弹运往爱荷华州，进行装填炸药和安装引信的工作。许多炮弹随后被送往乌克兰战场。当地政府官员表示，他们的工作对乌克兰来说十分重要。斯克兰顿工厂与附近的2家弹药厂最近将月产量从24000发增加到了36000发。工厂高层表示，3条新的生产线正在建设中，这将进一步提升工厂的生产能力。斯克兰顿工厂的陆军指挥官代表理查德·汉森在新闻媒体参观期间表示，目前我们集中精力生产155毫米炮弹，这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工作重心。我们正在全力以赴，以确保五角大楼设定的目标。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运送超过了300万发的155毫米炮弹。白宫本月初宣布将再向乌克兰提供1.25亿美元的武器援助，这其中也包括155毫米炮弹。然而，关于继续扩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北约内部仍旧未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乌克兰2024年独立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希望波兰同意向乌克兰提供苏联时期的战斗机，例如米格。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真的需要你们的米格飞机，因为他们有很好的航空电子设备，而我们不需要额外的时间来培训飞行员。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他与波兰总统杜达和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讨论了这个问题，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有力的决定。很快，波兰方面就给出了回应。波兰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他理解乌克兰总统，但强调波兰会根据安全考虑做出决定。他已经为乌克兰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他补充道，我知道乌克兰需要大量武器，但作为乌克兰的合作伙伴，波兰必须保持其防御能力，这是我作为国防部长的首要任务。至于将波兰的米格29转让给乌克兰，部长指出，只有在波兰空军收到新飞机及之前向洛马订购的 F-35之后，才能做出此类决定。同一天，美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表示，五角大楼仍然不允许乌克兰深入俄罗斯联邦领土。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华盛顿在这方面的政策没有改变。乌克兰人可以利用美国的援助进行自卫，来抵御来自外国的攻击。换句话说，只限于还击。但就深入俄罗斯领土的远程打击而言，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而英国的立场有所不同。据《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英国首相支持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国境内目标，但碍于美国意见存在分歧而不公开表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多次请求使用这种可以有效避开敌方雷达并精准打击190英里外目标的利器，来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深入打击。但英国尚未向美国正式提出请求，让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使用该型飞弹，因此美方对此举的担忧已经明确表态。一名匿名的白宫消息人士告诉电讯报，拜登政府担心，即使不需要美国的批准，使用这些武器也可能会导致战争升级，并最后导致美国军队不得不卷入这场冲突。
英国首相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引发英美两国之间的争执。据说先前在保守党领导下，双方曾发生过外交争执，因此他将采取协商的方式与美国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